基因，否则那畜生冲出去，谁也拦不住。小野，赶紧离开这儿！风阵还没结成，再拖他一会儿。 小心后面！小野，快出来！ 甩掉了！太好了！什么？想不到猎人成了猎物，只是没能杀了那韩方。 老师，对不住了，这次也连累您了。于是我便不再跟随，回来复命。 云岚宗固步自封，死守加玛帝国。自从当年云破天之后，就再无惊才绝艳之辈。不过，萧炎哥哥挺不赖呀，竟然连美杜莎这种强者都愿意帮他。小姐的眼光的确不错，那个小家伙假以时日，恐怕连家主都不敢小觑他。不过，那是在给予他足够时间的前提下。现在家族的那些人。 都只看眼前。不管多久，我也愿意等到他成为真正的巅峰强者。唉，萧炎呐，就算小姐愿意等，可若你不能尽快变强的话，以小姐的天赋和美貌，以及她背后的势力，你可知你与小姐将要面临多少坎坷？林老，可知萧炎哥哥现在何处？萧炎少爷或许不用多久就会来到迦南学院。这段时间，林老便在学院外找地方歇息吧。若无急事，也不用潜入学院了。那帮老头子虽然卖我们家族面子，可对学院规矩却很是强硬。好，有事小姐用摇铃唤我，我立刻赶到。萧炎哥哥，我等你。哎，薰儿学妹，真巧啊！你也刚从山上修炼下来。嗯。白山学长，薰儿还有事，便先走一步了。若琳导师，薰儿，我正找你呢。什么事啊，若琳导师？再过半个月便是学院的进阶大赛了，你应该知道，排名前20便有资格进入内院修行。原本去年你便可以参加，可你却放弃了。去年薰儿初来乍到，如何敢去和学长学姐们争夺？少来！你心中想什么我还不知道？你不就想等那家伙一起吗？萧炎那臭小子竟敢消遣老娘！他那1年假期可是我顶着诸多压力才解决了下来，如今他却还没见到人影，气死我了！若不是你这妮子整天缠着我，我早就把他名字给划掉了。若琳导师，放心吧，今年萧炎哥哥一定会赶来的。他都缺席了2年的学院修行，我看来了也白来。这次想取得进阶名额，
大斗师的实力都未必够。若琳导师，你可不能小看萧炎哥哥哦。当年他可是凭借斗者实力，在你手中走了20回合的哦。要不是这样，我会让他请假1年，还让他放我鸽子。萧炎，就是那个请了足足2年假的新生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你凭什么让雪儿学妹对你这般牵挂？萧炎，下面就是黑角域的门户黑域大平原了，快把紫云翼收起来。啊？为什么？黑角域可是大陆有名的混乱之地，紫云翼这种飞行斗技可是稀罕货，要是被什么强者见了，容易招来杀身之祸。看来这该死的地方还真的是乱得没边儿啊！在下只是路过此处，想要补给一下而已。阁下这是什么意思？切！难道你是才进黑角域的菜鸟，竟然连进入部落之前要先在100米之外给路供的规矩都不知道？路供500金币，快点儿，别浪费大爷时间。你不会连路供的钱都交不出来吧？真是奇怪的规矩。哼，开门，进了吧，菜鸟家伙。还挺热闹。得先买份新的地图，海老给的地图也没有黑域大平原的确切路线。走快走！啊，跑了大半天，居然没有一家卖地图的。去那边碰碰运气吧。各位兄弟，这是干什么？都是自己人，有话好好说。给我称兄道弟，把东西全部交出来，不然你们都得死。怎么越走越偏了？都快出部落了。我不是教过路供了吗？你打发叫花子。走吧，别多管闲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大哥，小子，去哪儿？今天你运气不好，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，爷爷饶你一命。我要是不愿意呢？我腻了你！你个呀！给我一起上！先生，请留步。刚才先生真是帮了我大忙啊，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我只是自保而已。先生，请留步。我见先生年轻有为，想请先生喝一杯。抱歉，我要赶路，没空。先生是要赶往黑印城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最近啊，黑印城要举办拍卖会，途经这里的人多半都是要去那儿淘些宝贝的。怎么样，我没猜错吧？先生可能不知道啊，这黑域大平原经常刮黑风暴，你如果遇到了，多半会迷失方向。不如我聘先生为商队护卫，与我们同行，这可是能省去很多绕路的麻烦。就跟他一起吧，他应该就是个普通的商人，这样我们也能省些力。那行吧。哎呦，合作愉快！我叫多马。耀眼。
抱歉，耀炎先生，刚才比较忙。我得跟耀炎先生简单讲下黑角域的情况。这一片都是黑角域，盘踞着很多强大的势力。这是我们商队的目的地黑印城，它就在大名鼎鼎的迦南学院旁边，被一个叫做八扇门的老牌势力掌控。他们的首领元一实力能够排进黑榜前10。黑榜？那是黑角域的一个强者排名榜，不过竞争非常激烈，想上榜可不容易。哦，那现在的黑榜前几名都是何许人？这个嘛，第1、第2名都很神秘，我只知道第3位是个了不得的强者，据说实力走在斗皇巅峰，还精通炼药术，人称药皇。药皇？这外号都挺有分量的。他真名叫什么？我想想，好像叫寒风吧。老师，怎么了？耀炎兄弟，没事吧？哦，没什么。你之前说的那个拍卖会……不好了，海风暴来了！快停车！快找掩体拖起来！快，那边的石头，快！快围起来！快呀！车子固定好，马系好，给我绑紧了！来了！快拖起来！快躲起来！是那东西来了，小家伙，快藏好！不是，什么来了？别过来！跟老师一样的灵魂体，不过应该只有斗灵级别。你究竟是谁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追杀我？拼了！放开我！管你生前有多疯狂强啊，可只要成为了灵魂体，便是我魂殿的业务。
这家伙，看样子是要一路昏睡到黑印城了。不过昨天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他出现后，老师一直不说话？没想到那些家伙的触角居然已经伸到了加玛帝国附近。老师，你终于说话了。那些家伙是什么人？小家伙，有些事本来想等你变得更强后再告诉你的，可如今却是出乎意料的被他们发现了我的行踪。我原本的计划也是被打破了，因为背后牵扯的势力实在太大，远非云岚宗能比，连我都束手无策。你确定还想知道吗？老师，您说吧。虽然我并不知道那势力究竟强到何种地步，不过我只想说，我是您的弟子，我的这身本事是您给我的。好，我药尘果然没有再看错人。药尘，这便是老师曾经的名字吗？小家伙，我记得曾跟你说过，庞大的斗气大陆上强者如云，也造就了极多的古怪势力。魂殿便是其中之一，他们极为的强大与神秘，而且专门感应和截杀像我这样肉体死亡，可灵魂却异样强大的活魂。当年我侥幸逃过他们的围杀，躲入这枚用温魂纳灵炼制的黑戒，才能幸存至今。我一心想要赶快复活，就是忌惮他们找上门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事情和恩怨要去解决。老师放心，我会尽快得到陨落心炎，替你炼制出躯体的。只能全靠你了。我再出现，一旦被他们锁定了位置，我们俩都会性命堪忧。力量，我需要力量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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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睡了多久了？啊，黑印城到了，走了，进城。为了炼制这几枚清灵丹，连药鼎都破了。希望能拍卖个好价钱吧。复灵子丹的药材应该问题不大了，只是之前忘了告诉你，既然你要打那陨落心炎的主意，那么还得像当初吞噬青莲地心火一样，准备一种6品丹药——地灵丹。还好老师提醒。那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材料？至于材料倒是不多，4种而已。地心火汁、龙须冰火果、青木仙藤，还有6阶水属性魔核1枚。6阶魔核，那可是能与斗皇匹敌的6阶超级魔兽啊！找死也不是这种办法吧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另外，据说这次黑阴城拍卖会是八扇门主持，他们是这里的掌权者，一会儿进去可得处处小心。没想到八扇门竟然拿斗师来当黑阴城守卫，果然实力强横。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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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他，斗灵实力还这般年轻，看来这黑角域中果然是藏龙卧虎。是那些变态的家伙，中间那人就是血宗的少宗主范灵吧？血宗和八扇门不是有仇吗？怎么还敢来黑阴城啊？他有什么不敢的？他爹可是黑榜排名第5的强者，血宗势力又比八扇门强，谁敢在这里动他？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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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宗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饶命啊！
小心点。走。干什么？不要！少宗主，少宗主！这血宗果然阴狠毒辣。这规模，远超米特尔家族拍卖会了。应该就是这儿了。我有东西想要委托贵场拍卖。价值低于10万金币，就不要拿出来浪费我的时间了。哼，先看看再说吧。往前放。这药气温厚纯正，清韵天成，简直是沁人心脾呀！2文清灵丹是值点钱，但也不足为奇。好在有2粒，那就一起打包卖吧。你再看看那瓶。哦。3文清灵丹，哎呀，好东西呀！一旦服用，不仅能够打破修炼障壁，还能飙升3星实力，跟2文清灵丹比，副作用还可以忽略不计。哎呀，现在值得你浪费时间了吗？这位少侠，老夫有眼无珠，怠慢了啊！来，快请坐。您请用茶。能炼制出3文清灵丹的炼药师，在黑角域也不多见呐。这种人想必门主会感兴趣。这样，少侠，2粒2文清灵丹底价定在30万金币，而这枚3文清灵丹底价或许可以定在70万，再经过拍卖。我就观望了很久了，我今天可真是一定势在必得。范少宗主，里面请。看来血宗也是冲着那宝贝来的。客官，里面请。少宗主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对面那家伙，我之前见到过。每次见到他，我都有种奇怪的忌惮感。少宗主是错觉吧？我们血宗的功法极其阴寒，能让我们忌惮的只有一些极致火焰。不过那种级别的火焰，整个黑角域也没有几个人拥有。这个黑袍人明显不在其列。哼，或许吧。不知道那个消息是否属实。如果是的话，父亲说了，不管付出何种代价，都要将之得到手。哼，少宗主放心吧，宗主大人已经暗地有所准备，就算那东西落到了别人手中，也绝对走不出黑印城10里之外。各位久等了，我们巴山门所主持的这一次拍卖会，定然不会让各位失望哈。废话不多说，
黑影城拍卖会现在开始。这第一件宝物，这是2粒能帮助人突破修炼壁上的2文清灵丹，每枚起拍价30万、33万、35万、37万、39万、40万。看来购买茯苓子弹药材的钱是有了。55万。他也对清灵丹感兴趣。哼，60万。抱歉，我黑枯木碰到好东西是不懂得客气的。65万。100万。黑枯木还真是财大气粗啊！哼，不敢当。100万拍一枚2文清灵丹，怕是只有黑枯木的蠢货才做得出。150万。150万啊！少宗主，怎么了？哎，既然少宗主这么想要，还是让给你吧。150万成交，2粒2文清灵丹，一共300万。该死的摩尔汗，给我等着！真是精彩。这袁大头现在看着顺眼多了。恭喜那位先生配的2文清灵丹。我们再看下一件宝物，3文清灵丹，每枚起拍价70万、 90万、 100万。恭喜天蛇府150万拍的3文清灵丹。天蛇府？哎，小家伙，你当初还和天蛇府的人交过手呢，难道忘记了？交过手？是那神秘女人？嗯，他们便是属于天蛇府的人。青灵，就是在他们手中。不用太过担心那小女孩，她的奇异眼瞳会让天蛇府全力救治和培养她的。但愿吧，日后有机会，我还会去找她的。哼，这女人也来跟我抢清灵丹，哼，不过没关系，抢了我的，倒是都得给我吐出来。接下来要拍卖的东西倒是略微有些奇怪，因为连我们也没有搞清楚这究竟是有何作用。净莲妖火，不过根据上面的纹路，我们还是可以肯定，这是块有秘密的布片，它应该是一张古老地图上的一部分。也许能帮我们找到某种上古至宝。小家伙，运气不错，又碰到一块记载净莲妖火位置的地图碎片。想要撞大运的，赶紧出手哈！起拍价10万金币。10万，10万，谁会买这啥呀？我10万我干什么？哎呀，11万。有病吧？就是啊，来的知道是不合适的，有钱烧的。
哟，搏一搏，驴车变马车，还有哪位老板想要加价的不？ 13万，嘿嘿，我忽然对这东西有点兴趣了。少宗主，一块破布片值这个价吗？闭嘴！15万，20万，别再争了，否则恐怕会暴露地图碎片的价值。到时候说不定其他势力也会来插一脚。 那怎么办？难道任由这残破地图从眼前溜走？既然他想要，那便暂时给他吧。反正他也不可能发现其中的秘密。等拍卖会结束，我们再想办法。哈哈！恭喜范少宗主拍得潜力无限的神秘宝贝儿。恭喜4号宝箱的老板儿拍得地心盒子。今晚总算有点收获了。这场拍卖会果然来得没错哎。有了地心火之，距离炼制地灵丹又近了一步。诸位，接下来要拍卖的是地阶第1级神法斗技3000雷动。习得此技法，身形转换可快如雷电。如此技术，即使是越阶战斗，也能立于不败之地。地阶身法斗技，正好弥补我黑枯木功法缺陷。这宝贝，老子要定了！哼，地阶，竟真有人将这种级别的斗技拿出来拍卖。不知道是哪个败家子。黑角域中拍卖的东西，大多都是不正当手段得来的黑货，自己不敢修炼，又怕被人发现，便只能拿出来拍卖喽。虽然对这3000雷动很感兴趣，不过很明显，还轮不到我来竞争。此物不设低价，价高者得。我出500万金币。一下子就500万了！500万，这价是有金矿啊！恐怕这斗技又要落在这有钱有势的人手里了。哎呦，难得大家这么有兴致，我也来凑个热闹吧。510万。好香啊！既然美人有意，我也不能闲着。520万。 800万，800万，这相当于米特尔家族好几年的总收入了。哼，这点财力在黑角域中也算不得稀奇。810万，我只是好奇，这地阶斗技竟是倒数第2的拍品，那最后的压箱底将会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奇物呢？1000万！黑枯木果然是财大气粗。 1000万金币，我放弃。哼，花这么多钱买功法，看你拿什么跟我争那最后的宝贝。还不宣布结果？地阶斗技3000雷动，黑枯木摩尔汗总拍得，恭喜恭喜！这才是真正的厮杀呀！1000万金币。 这么神秘，
自从屏障升起后，我感觉到拍卖场中出现了几道隐藏气息，其中一道气息不比海波东弱，想必是巴山门的门主。究竟是什么稀世珍宝，居然能让巴山门门主亲自坐镇？看看吧，想必不会让人失望。诸位，即将登场的便是此次拍卖的压轴宝物。诸位，即将登场的便是此次拍卖的压轴宝物。看着玉盒散发的阵阵寒气，老师，难道是丹药？价值能超越地阶斗技，至少是7品吧？极有可能。7品丹药的炼制极其困难，成功之际便会引发天地异象，犹如末日来临。斗气大陆中能炼制成功的炼药师，如凤毛麟角般稀少，而这些人，如今无不是一代宗师之辈。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先看看吧。有些事容我日后再告诉你。对，这便是此次的压轴宝物——7品丹药阴阳玄龙丹。哎呦，此等极品丹药还是头一回听说。是啊，估计起卖价格不低啊。看来我们是没希望喽。是啊，要炼制此丹，需要2头死亡时间不超过7天的龙类魔兽抹黑，并且，嘿嘿，抹黑等级至少是6阶。阴阳玄龙丹的奇效，并非是直接使人提升实力，而是破后而立。破后而立。想必风尊者风宪之名，各位应该听过了噻。风尊者，那可是斗尊强者，怎么会没听过他的大名？可这丹药和风尊者有什么关系啊？当年上至5星斗宗的风尊者与宿敌交战，虽获胜，却身负重伤，生命垂危。即使他还能活下去，那也将会实力锐减。可事实呢？想必你们也猜到了，没得错。风尊者风宪大人之前侥幸得到一枚阴阳玄龙丹，并且服下，直到他重伤那一刻，此神丹发挥奇效，使得其破后而立。仅仅用了7年，便一跃成为斗尊强者。告诉父亲，东西出现了。是，少宗主。别废话了，报价吧。纯粹的金钱已经不足以衡量这阴阳玄龙丹的价值，所以这枚丹药的价格是无条件为其主人完成2件事。那神丹主人让我们倾尽所有去对付难以战胜的强者或势力，我们也得照做不成？诸位放心，那2件事必定是在竞拍者能力范围之内。不过，能拿出那种神丹之人，想必身份实力不会弱，而他所要办的事，
多半也不会太简单。走吧，这场拍卖会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。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还不足以争夺这阴阳玄龙丹。大人请进，胡管事在里面等您。在下是这里的主事胡管事，不知先生如何称呼？耀言啊，耀言先生，扣除地心火之八方明火鼎的费用，以及10%的手续费，您拍卖3枚清灵丹的所得还余下93万，请您查验。这手续费可真不便宜啊！那有劳胡管事，在下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耀言先生，请等一等。我家门主对先生颇感兴趣，若先生有时间，能否与门主大人见上一面？感谢贵门主的赏识，在下还有一些事，不便久留。看出他的身份了吗？门主，这人隐藏太深，暂时还看不出来。按理来说，能一次性拿出3枚清灵丹，说明他极有可能是一名高阶炼药师。派人跟着，搞清楚他的底细。若是我们八扇门能招揽这么一名高阶炼药师，就不用忌惮那药皇了。是，赶紧去办吧。我还得亲自去给天蛇府的人办阴阳玄龙丹的交接手续，那东西太贵重了。我们八扇门本着信誉第一的原则，定要将拍卖之物安全交给买家。八扇门的人在跟踪你，这边请。实在是太小看我了吧？往里边抢，上次答应你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看一看了，真是，我这人瘦，喊货，便宜，都一样。人呢？小爷的真身，你怕是没见过。小子，为师已经锁定了范灵的气息，先追上他，然后伺机而动。那张残图必须弄到手。明白，老师。此次回城势必凶险，所有人务必提高警惕。是。小心，树林里有埋伏。青长老果然好身手，不过我倒想看看你能挡住我多少血宗弟子。血宗是想与我天蛇府为敌？为敌算不上，就是想向青长老讨那枚阴阳玄龙丹而已。哼，那老娘倒是要见识见识你们有何能耐。哼，你这可是自找的。
大家小心！保无尽长老！秦长老，考虑清楚了没有？是你主动交出丹药，还是等你死后我亲自取啊？呸！就凭你们血宗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，别做梦了！小子，小心些！我感到前方有不少强横气息。我会见机行师的。这个气息，难道是？受死吧！血宗想要螳螂捕蝉，就凭你可不够格。好大的口气！难道是？交出阴阳玄龙丹，留你一具全尸。斗皇，放心，有我的气息隔绝，他不会发现你。我早就好奇青长老的长相，父亲能否将他留给孩儿来处理？你们敢过来，我就当场把这阴阳玄龙丹变成粉末！我天蛇府得不到，你们也休想得到！那本宗就废你的斗气，让你生不如死。灵儿，带着他先走。是，父亲。你们护送少宗主回木之城，不得有误。是，我们走。范老贼，老娘今天跟你拼了！以卵击石，看来只能先跟着他，等待合适的时机吧。我们帮不了他，在黑角域只能依靠自己。少宗主，前方有黑枯木的行踪。黑枯木，难道是来拦截我们的？看他们的模样，不像是埋伏，倒像是在寻找偏僻小道，返回黑枯木。抄小道，哼，倒符合他们鬼鬼祟祟的作风。他们有多少人？哦，一共6人，其中有2名斗灵强者，1名大斗师，其余皆为斗师级别。
本来倒也没打算打他们的主意，偏偏自己要走这般山间小路，那也就怪不得本少爷心黑了。加快速度，追上黑枯木的人。少宗主，宗主交代过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送阴阳玄龙丹回宗门。若是再航生之者，怕什么？出了楼子，本少爷顶着。血宗弟子听令，速战速决，不留活口。这个范灵还真是贪得无厌。不过这倒是我们的好机会，趁他们鹬蚌相争，我们成功的几率自然会增大。老师说的是。少宗主小心！老大，快走！不报！该死的，别让他跑了！是。杀了我，你们就等着黑枯木不死不休的报复吧！哎呦，我好怕呀！不过杀了你之后，谁会知道是我们干的呢？好了，不陪你玩了。3000雷动终于落到我手中了。等我习会之后，就算斗王强者，又能奈我何？看了这么久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原来你早就发现我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等你很久了，你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吧？说吧，这图到底有什么秘密？抱歉，不能告诉你。哼，果然。好，很好。4星大斗师，这点实力也敢自投罗网，够胆量。少宗主，您何必亲自动手？这个人交给我吧，你在一旁，万一他有逃跑的打算，拦住他。好强的力量，不过好在这家伙只是大斗师级别。不愧是斗灵强者，只是为何这家伙的斗气有种虚浮之感？不管你是谁，今天你都已经没有半丝后悔的机会。不过，为了感谢你给我带来那残图确有秘密的好消息，我不会让你成为干瘪的尸体。化骨血煞掌！没想到宗主将这等斗技也传给了少宗主，果然对他寄予厚望啊！小心点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还不是斗灵强者的对手。那可不一定。少爷，莫非你想……天火三玄变第一种，青莲变。
异火。少宗主，异火最是克制我们血宗，还是立刻离开为妙。再拖他一会儿，只要我爹一到，可惜了，本来想留给灵儿的。我爹范老可是斗皇，你小子别乱来！想拖到范老赶来吗？少宗主，你退下，我来拖住他。萧炎，必须速战速决。天火三玄变，威力倒是不错，只可惜对身体的消耗也不小。不错啊，有进步。与之前第一次使用天火三玄变时相比，这次勉强算是撑住了。小家伙，快走！我察觉到范劳的气息了。灵儿，不管是谁，本座定要他受剜刀剐肉之痛。放心吧，已经察觉不到范劳的气息了。老师，我们休整一夜再出发吧。小家伙运气不错，3年多便手握3份残图，离净莲妖火又近了一步。还是多亏老师的慧眼，不然就算运气再好，也无济于事。让我来看看这个宝贝。哇！吃了它吧，留在身上不安全。啊？什么？我说让你服下这枚阴阳玄龙丹。在这里？这可是7品丹药。别废话，快吃了。
老师，这玩意儿不会是假货吧？怎么连半点反应都没？你要什么反应？像你以前吃其他丹药一般，搞得痛不欲生？好歹这也是7品丹药，总要有点正常情况出现吧？那拍卖会上不是说过，这丹药的最大作用在于破后而立。药力入体，若是运气好，生死关头自然能够开启意想不到的好处。不过这种机会也就一次而已。那种非人的折磨不是谁都能承受的，就算是风贤这种坚韧性子，当年也差点扛不下来。能让斗宗强者都难以忍受的痛苦。老师和那风尊者很熟？算是吧。我的事日后会慢慢告诉你的，现在知道的太多对你并不好。哦，那当下这丹药就没半点作用？那也不尽然。这玄龙丹乃是6阶龙类魔核炼制而成，若是能够有幸吸收其中部分稀薄龙气的话，再配合类似声波的斗技使用，日后对敌时便是一记杀手锏。你可以运转体内斗气试试。紧致一下。臭小子运气够好，你的确继承了那震慑灵魂的奇异容器。不过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光靠龙气发出声波对嗓子伤害太大，还得配合声波斗技。只是那种斗技颇为稀少，想要弄到手，谈何容易啊！能继承龙气已经是意外之喜，声波斗技日后再找便是。倒是老师，您似乎对这阴阳玄龙丹很熟悉，竟然知道如何逼出隐藏在其中的龙气。老师，您是……老师，那阴阳玄龙丹的药方便是我创造出来的。大陆上能够炼制它的也只有2人，一个是我，另一个就是当年被我视为最完美继承者的学生。当他尚是婴儿之时，我把他从冰冷的废墟中抱了出来，视为亲子来培养。他炼药的天赋并不比你弱，最终成为了最优秀的炼药师。只不过，最后为了一些东西，他选择了背叛。我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，多亏了他的福。他该死！还好，后来遇到了你。我们不该这么早离开黑鹰城，这次丹药说不定就是他亲自运送。就算在黑印城真找到了他，又能如何？我因为那魂殿的牵制，不敢随意出现。光凭你现在的实力，无论是在炼药或者斗气修炼上，都远远不是他的对手。老师，我会超越他。稍后清理门户，您的眼睛不会再看错第2次。好，好，
我药尘也相信，我这对老眼绝不会看错第二次。是时候前去迦南学院了，早日找到陨落心眼，也可以早日为你炼制躯体。迦南学院的老家伙们可不是吃素的，到那时我也不能随意出来，一切只能靠你自己了。赶紧走吧。老师不要小看我，统领中我可不需要您出手帮助。想当年我可是……闭嘴！哦。前面就是迦南学院了。迦南学院周边百里不能强行飞越，不然会引来攻击。萧炎，降下去，我们从和平镇进入。迦南学院确实强悍，竟能将黑角域的人压得服服帖帖。这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死灵术吗？诸位，进入和平镇必须服用本院特制用来感应杀气的丹药。一旦你们在小镇内心存杀机，便会通体散发红光而被我们通缉。离开小镇前，只需去解药发放点领取解药即可。那个，本院的学生能否不吃丹药？你说你是本院的学生，报你的姓名、年龄和招生导师。萧炎，18。若琳导师。萧炎，你就是加玛帝国那个一请就请了2年假的萧炎？萧炎哥哥，原来就是他呀！就是。看来这妮子在学院中名气不小啊。根据档案处的核实，你的身份已确认，护法队将会送你回学院。你回来的正巧，明天刚好就是内院选拔赛。去年若琳给你报了名，可惜你没来，把她气得够呛。我那时的确有事赶不过来，我可不管你们师生之间的事。行了，快上去吧。多谢。小薰儿胜！薰儿学妹太棒了！是啊，竟然这么快就打败了莫完。对呀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学长，承让了。下一场，玄阶3班薛崩对战黄阶2班萧炎。萧炎哥哥，那个萧炎还没到吗？嗨，萧炎我知道，上一次内院选拔赛他就缺席了。是啊，这种缩头缩脑的男人，怎么就入了薰儿的眼？一个胆小鼠辈，值得你如此挂念吗？说的什么？什么？他来了。
黄阶2班，萧炎。萧炎哥哥，哼，这个家伙每次都要搞出这般大的动静，真是爱显摆。萧雨姐姐，那便是薰儿口中念叨不忘的萧炎哥哥，没想到竟然在最后时刻赶过来了呢。是啊，这就是那个让薰儿牵肠挂肚的混小子，长这样，失望了吧？长相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啊？在迦南学院看的可是实力。想要证明咱们薰儿没有白等他，得好好拿出点本事才行。这薛崩可是9星斗士，而且修炼的叠浪枪法斗技更是玄阶中级，可击败了不少对手呢。不知道薰儿的萧炎哥哥能不能应付得来？那混小子应该能行吧？我可不相信以他的性子，这2年时间会毫无成就。好了好了，都别猜了。不管怎样，他都是我们黄阶2班的成员。都给我好好加油助威吧！这薰儿的萧炎哥哥感觉不怎么样啊。是啊，这小身板也不知道能在薛崩手里走几个回合。薰儿这眼光可真是……就是啊，他便是那个萧炎，实力也不过如此。哼，你便是萧炎？正是。你不配他，或许吧。薰儿口中的萧炎哥哥终于惹得出现了，貌似也不是很帅啊，真不知道他为何这般惦记。唉，啊？这，有趣的小家伙。希望别一上场就败给薛崩，不然的话，薰儿的脸可就真的被丢光了。迦南学院里有着无数人等着你的露面，从今天起，你的麻烦将会络绎不绝。不过，今天我就会在薰儿面前将你击败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那些麻烦了。唉，其实啊，我也挺讨厌你所谓的那些麻烦，所以只能先委屈一下你了。哦。想拿我来杀鸡儆猴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哼！可以开始了吗？比赛开始！狂妄的小子！八极铁浪奔！什么？好强啊！这家伙进步也太快了吧！难怪能够让得薰儿这般出色的女孩子都念念不忘。这个家伙确有这本事啊！哼，有点意思。等着吧，他一定是我的。摧枯拉朽，一拳定乾坤，不错，不错。这个小家伙可不是常人呐！丫头，我想就算是你或者白山对上他，谁胜谁负都不一定呢。哦，那我倒要找他比比看。若是我赢了，便让他滚出迦南学院。胡闹！哼！黄阶2班萧炎胜。薛崩就这样输了？他可是9星斗士啊！看样子这萧炎至少也是大斗师强者。有这么年轻的大斗士，就算在迦南学院也是能排得上号的呀！对呀，太强了吧！
歉，我来晚了。我知道萧炎哥哥一定会来的。这小仙儿怎么变得如此胆大了？就为了那个男人吗？太浪漫了！若琳导师，你还记得我是你导师啊？哼，别以为不说话就没事。逃了1年的课，你也真算有本事。你知道这1年来为了你的事，我和院方磨破了多少嘴皮？若琳导师，这事儿萧炎这混小子确实过分了。不过只要接下来薰儿和他能坚持不败进入前20，您便可升级成玄阶导师，不会让您丢脸的。若琳导师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若您还是觉得不解气的话，可以等他将选拔赛打完后再处罚也不迟啊。反正他已经来学院了，还怕他会跑了不成？好，等选拔赛完了，我再找你算账。好了，先跟我回去吧。明后2天还有更加激烈的战斗，想要进入前20薰儿，或者院校的机会，多谢萧玉堂姐了。萧炎，来了，若琳导师。这段时间你就和薰儿一起住我那儿吧。那就麻烦若琳导师了。资料大家都看过了，这个萧炎果然不简单，以一己之力抗衡加玛帝国的云岚宗，并且还正面击杀1名斗王强者。最令人吃惊的是，竟然能从斗宗强者手中顺利逃脱。这般战绩，就算是内院的佼佼者，想要办到，恐怕也有几分难度啊。潜力确实很大，好好培养，恐怕又是1名巅峰强者。至于云岚宗，只有1个斗宗而已，还没有胆量对我迦南学院怎样。云岚宗倒也没什么，可他背后……先暗中观察一下吧，如果真有培养价值，我们倒是可以一试。离开他，凭你，弱者没有资格拥有他。雷属性斗气，白山，你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只是想与萧炎学弟切磋一下而已，薰儿何必如此着急？以萧炎学弟的本事，若是连我随意一击都挡不住，还如何参加内院选拔赛？白山学长，我敬你是学长，方才对你客气有加，但你若是再这般无理取闹，那也休怪我不留情面了。你若是男人，就不要躲在女人身后。白山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逆子，这些事男人解决就好。你真想打？你若想，我不会有意见。我有意见。白山同学，你这般胡来可不符学院规矩。若是想要挑战，在选拔赛上一较高低便是。深夜前来，不仅行为不轨，而且还落个下乘名头。萧炎，希望你不会在选拔赛中被淘汰，到时候也希望你不要再躲在女人身后。薰儿认可的男人，不会是懦夫吧？
白山是吧？所谓的风云人物也不过如此，争风吃醋、撂狠话倒是行家老手。等着在选拔赛上见吧。哼，若是你败了，离开熏儿，你确定你是叫白山，而不是叫白痴？你回去吧。没想到，为了他，竟让自己分寸乱至这副模样。所以，他必须得是我的。萧炎，你给我等着！好久没有和萧炎哥哥一起赏月了。妮子，这2年过得还好吧？想知道我这2年怎么过的吗？当年我离开了乌坦城，就进入魔兽山脉修炼。没想到云岚宗竟然还有一个云山活着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！后来我迫于无奈，藏在魔兽山脉深处，并试图逃离加玛帝国。没想到云岚宗倾尽全力追捕我。好在云月最终看在往日的交情，把我体内的封印解除后，将我放走。萧炎哥哥，等你再次回到加玛帝国时，我相信云岚宗将不能再阻拦你的脚步。想不到这小子这2年经历了这么多，怪不得成长得如此之快。薰儿，跟我来，我有件事想问问你。薰儿，这件事非常重要，我需要你如实跟我说。萧炎哥哥想知道的事，薰儿自然不会隐瞒。前面已经提到过，在我第一次离开云岚宗之后，云岚宗大长老便带人私自报复于萧家。在我赶回去之前，萧家已经损失惨重，族人死伤无数。这云岚宗未免也太胆大了吧！父亲为了保护族人，独自一人引开仇敌，在被追杀之后山密林出时，突然诡异消失，至今下落不明。下落不明，萧叔叔没有落在云岚宗手中。从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，父亲并未落入云岚宗，并且现在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。因此我猜想，父亲之事恐怕有其他神秘强者参与。神秘强者？萧炎哥哥是想问薰儿什么？薰儿，我知道你并非萧家之人，而且背景也极为庞大。我知道你背后的势力与萧家有一定的瓜葛，所以我想问你的是，父亲的消失是否与你背后势力有些关系？可能这事你并不知情，但能否帮我询问下？我需要得到父亲安全的确实消息，不然的话，我会寝食难安。不会的，一定不是他们出的手。
他们与萧家之间有着规定，所以绝不会强行介入萧叔叔之事。这种规定的约束力不是常人想象的那般简单。就算他们中有人想这般干，也必然会遭到剧烈反对，并且能够在3名斗王面前将萧叔叔带走，那实力至少也是斗皇级别。可这段时间，我却并没有得到任何与之有关的消息。斗皇，萧家除了我以外，便再也没有人接触过斗皇级别的强者。别的强者莫名其妙地带走我父亲，有何作用？萧炎哥哥，我背后势力的确与萧家有着牵连，可其中详细缘故，此时说了反而会对你不好。这般看来，父亲的失踪恐怕还是跟云岚宗脱不了干系。这个宗门，貌似并非是我所认为的那般简单。我会让人帮忙调查此事，如有线索，便立刻告诉你。还是需要尽快提升实力啊，不然就算日后知道了父亲踪迹，恐怕也没有实力将他救回来。萧炎哥哥，你不会怪薰儿不肯告诉你我背后的势力以及与萧家之间的关联吧？你会害我吗？很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选拔赛呢。派人去打听一下，前段时间加玛帝国是否有其他神秘强者的踪迹。还有，我需要云岚宗的所有情报。是，小姐。究竟是谁下的手，竟然把主意打到萧叔叔头上去了？哎，那不是萧炎吗？听说今天还有他的比赛。哼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他今天的对手可比薛崩厉害。切，可恶！薰儿女神怎么就看上这小子了？长得也就那样了。就是啊。萧月，给我快点！热莲导师，你们等等我。萧炎来了，如此奇异的斗气，犹如火焰般炙热而灵动。这种斗气不用来炼制丹药，那可真是巨大的损失。黄老头，这个萧炎曾取得过加玛帝国炼药师大会冠军哦。若是能够进你的炼药系，恐怕日后成就难以估量啊。的确潜力非凡。不过他应该有自己的老师了，不然仅凭天赋，绝不可能在这种年龄便达到如此成就。当然，他若是有兴趣来炼药系，我倒是不介意多一个优秀的学员。人可真不少啊！这些长老身上的气息，强悍到令人窒息的地步。萧炎哥哥，我没事。那主席台上左边3位，便是外院副院长以及2位颇具声望的元老。副院长实力位于斗皇巅峰层次。最右边的，则是炼药系的系长。炼药系独立于外院与内院之外，没有任何人能插手他们的事。
就算是副院长也不行。炼药系，外院中势力分布颇为混乱。虽然你隐藏的实力很强，但有2方势力仍需小心。一方便是这炼药系，也是因为炼药师在大陆极其特殊的地位；而另一方势力则是学院的执法队。执法队中强者如云，特殊的职责让他们拥有擅自抓人的权利。当年迦南学院和黑角域的那场血斗，就是出自他们之手。多谢若琳导师提醒。接下来把所有心思都用在内院选拔赛上，进入前20对你没有任何难度。以你真正的实力，我想或许可以冲击一下前5。哦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等你进入了前5，自然就知道了。燕儿，燕儿，这里，我在这儿啊，燕儿。那便是你今日的对手陆牧，炼药系的尖子生。不仅炼药术杰出，在斗气修炼上也同样不弱。燕儿，他是什么级别的实力？3星大斗师左右吧。不过那家伙是个十足的药罐子，斗气屈服，不足为惧。那家伙可是月儿的头号追求者。若琳导师，别再提那个甩不掉的牛皮糖了。没想到萧玉堂姐的魅力也不小啊。你以为谁都像你呀？本小姐的追求者可多了去了。各位同学，经过昨日的初步选拔淘汰，今天将诞生有资格进内院的20个名额。第1轮对战的是玄阶3班罗浮，玄阶5班葛丽。内院的名额我要定了。罗浮，你的孙子就很接啊！揍他！看来这个罗浮要输了。我看未必。歌里虽然攻击是猛，但长久下去，终究斗气不支。罗浮看似落了下风，却是将对方所有凌厉的攻击都化解到最小伤害。不知道这2年妮子修炼到了何种级别，想来定不会弱于我吧。可恶，这家伙的防守真是严密。拼了！就是现在！罗浮要赢了。罗浮获胜。不动如山，动如雷霆，不愧是迦南学院。我若不是有老师指导，光凭自己摸索修炼的话，恐怕还真难以赶上这些天才的修炼进度。真不知迦南学院到底是怎样进行训练的。每年学院都会让一些学生进入黑角域历练，虽然很危险，甚至导致损失一些优秀人才，可那些经历生死并成功回来的学员，不管是实力还是气质，都蜕变成了强者。没想到迦南学院的高层竟然还有这等魄力。那白山、陆牧等人也曾单身进入黑角域历练，所以不要小觑了他们。下一场，炼药系陆牧对战黄阶2班萧炎。萧炎这下可惨了，那可是陆牧学长啊！这下有好戏看了，陆牧学长一定能打败他。很多人等着看你出丑，毕竟陆牧算得上外院前10，比昨天的薛崩强悍许多。你要小心，要彻底杜绝白山那种麻烦。这一战只能胜，不能败。混小子，可别丢脸哦！输给那个烦人的家伙，你会被我鄙视的。
萧炎哥哥，加油！放心吧。这也太大了呀！有他说事儿。我倒要看看，萧炎到底凭什么本事能和薰儿在一起？哼，打吧打吧，最好两人都打成残废，薰儿也就不会被那萧炎糟蹋了。是陆木学长，学长加油，给那小子点颜色！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燕儿，我会加油的，等我的好消息啊！这个白痴，燕儿，这是萧炎兄弟吧？放心，都是自家人，我会留守，绝不让你受伤的。不然玉儿怒了，倒霉的可就是我呀！那多谢陆木学长了。不过我的目标是前5，陆木学长还愿意放水吗？萧炎兄弟，凡事要脚踏实地的好，不要好高骛远。那前5连我都没多大信心啊。比赛开始。陆木学长打败萧炎，让他知道迦南学院的厉害！加油啊！萧炎这家伙很是讨女孩子喜欢啊，这才来了1天时间，便有人替他呐喊助威。萧炎，打败那个药罐子！那前5名我也很感兴趣，怕是不能相让了。陆木学长，请。家伙好严密的防守，以我的剑速，竟不能碰到他的身体。唉，真是小看你了。看来不动真格是不行了。你应该也知道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吧？我所擅长的并非是斗气，而是玩火。兽火，萧炎兄弟，小心了！我这蓝金火焰可是曾经击伤过斗灵强者。哇，炼药师的火焰威力巨大，这下萧炎可惨了。抱歉，我最擅长的也并非是斗气，而是玩火。啊！萧炎也能召唤出实质火焰？那不是只有炼药师或者斗王以上级别的强者才能办到的吗？难不成他也是炼药师？这回小子怎么也拥有火焰？对了，记得当初离开时，听说过萧炎这家伙有一个神秘的炼药师老师，看来他现在也成为炼药师了，难怪能召唤出火焰来。切，萧炎是炼药师又能怎样？当初陆墨不也败在了白山大哥您的手下？况且啊，我看他可比不上陆墨。萧炎，希望你能打败陆墨，这样我才能在薰儿面前彻底的将你击败。以薰儿看似淡然实则高傲的性子，又怎会选择一个失败者？既然都是炼药师，就让我见识一下你所擅长的玩火到了何种地步。打
坏了坏了，不会烧没了吧？这下我怎么跟玉儿交代啊？别动，不然火弹会直接爆炸，到时候你的手和脚就保不住了。这家伙竟然能将火焰操控到这般精妙地步。将火焰一分为二，一做防御吸引陆木注意，二则潜伏下地埋下陷阱让陆木上当。这种一心二用的手段，需要不菲的灵魂力量方能完成。这个萧炎不愧是取得过加玛帝国炼药师大会冠军的人呐！我输了。陆木学长的丹火之技很是强悍，若不是我在胸前使用斗气凝固成了部分斗气铠甲，光凭紫火木，根本挡不下学长的螺旋火焰锥。萧炎兄弟，不用安慰了，胜负乃兵家常事，输给自家人也不算丢脸。此局黄阶2班萧炎胜。炼药师的对决太精彩了，我也想成为炼药师。萧炎这是一战成瘾啊！对于做空气枪，树影都一笑，只恨这轻狂不年少。那些年，我成为别人眼中的废物，只有你不离不弃的陪伴我，鼓励着我。哪怕再多疼痛委屈也都无所谓，放胆再会。雨滴下啼笑，退孤换破，经历磨难不后退。浴火重生终要去面对，为约定我不知疲惫。而现在，我终于有资格和实力站在你身边了。萧炎哥哥，不管你身后势力有多么的庞大，我也绝对不会放弃。薰儿，年轻人呐，虽然知道你和薰儿关系亲密，可大庭广众之下要节制一点呀。那个，也不知道接下来对战的是哪些人。下一场，玄阶1班严惩，执法队5号。这一战的5号来自外院执法队，外号血修罗，是执法队大首领的有力竞争者。这2年来，死在他手中的黑角域之人，恐怕至少也有100人。他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这5号刚从黑角域赶回来吧，好浓郁的血腥气。忘了告诉你，这个5号也曾经是薰儿的追求者之一，结果因为你的出现失败了。我会证明，薰儿的选择没有错。不弃权吗？动手吧，我倒是要试试血修罗究竟有多强。我认输了。
好胜。你便是萧炎，可敢下来与我一战？哇，这下有好戏看了！到底是这萧炎厉害，还是血修罗强？你看那萧炎，就知道躲在女人后面，真是个骚包。打吧，最好两败俱伤，让我也省些力气。你们两个给我安分点儿！现在是选拔赛，不是私自挑战的地方。明日便是选拔赛的最后一天，到时候自有你们对战的机会。明日你别让我失望。我不希望薰儿等待已久的人是个废物。比赛继续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当然了。萧炎哥哥，你想知道我现在的实力，那就等着明日的比赛吧。你这逆子，说是展露全部实力，恐怕今日那个对手无法接住你一掌。萧炎堂哥，好久不见。确实好久不见。明天还有比赛，我们先回去休息了。啊，那快去歇着吧。其实，萧妹她人并不坏。我知道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早就不放在心上。按照这修炼进度，恐怕还有10天才能达到6星大斗师。父亲，我会找到你的，不管是谁掳走了你，日后他必须付出代价。这玉片竟然能抵御住我的青莲地心火，它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老师，怎么了，老师？我在迦南学院没有感受到陨落心炎的气息。难道被别人抢先得手了？应该不是。我虽感觉不到确切气息，可凭借着异火剑的独特吸引力，古灵冷火模糊察觉到，在学院方圆1000里内还残存着陨落心炎的微弱气息。方圆1000里，那得找到什么时候？迦南学院的那些老家伙不可能没察觉到陨落心炎的存在。我总觉得那内院和陨落心炎有关联。若你能进入内院，想必能得到更确切的气息方位。内院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我怎么觉得今日来观战的人比前2日多了好多？那是自然，今天是最后一轮20进5的淘汰赛，大家自然不想错过最精彩的对决。
小子，我要你今日尊严扫地！萧炎哥哥，白山这人在修炼天赋上有着高深的造诣，实力还是很强的。你碰到他，千万要小心些。放心吧，妮子，我心中有数。心儿，心儿，啊，心儿，今天我们都要加油，进入前5名啊！哼，至于臭男人就算了吧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。我是哪得罪他了吗？这便是外院副院长的孙女虎家，拥有不输你的极强天赋，不过性格怪异，软硬不吃，人称小妖女。这小妖女可够彪悍的，果真是名不虚传。大家都知道了，往年的内院选拔赛都是回合制，谁的排名越高，今后修行获得的资源自然便越多。但本次的比赛，我们决定改一改规则。啊？改规则？对啊，为啥改规则了？是啊，不清楚，长老们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就是啊。现在，请前20名学员全部入场。20人同时入场？同时入场。这是5号啊！是的。走吧。加油啊！今年我们不要回合制，而是要一场富有热血与激情的大混战淘汰赛。谁能在比赛中坚持越久，名次便越高，而反之亦然。这怎么打呀？就是啊，这规则改的也太突然了。就是啊，这怎么改规怎么打呀？这是。至于是单打独斗还是联手出击，都没有问题。可以联手？妮子，那我们岂不是可以并肩作战了？但这种模式对我们未必有利。如白山、虎家和吴昊这种学院翘楚，他们更容易找到盟友。我看你在学院声望也是不小啊，难道就不能收拢点人来？若是以前的话，倒还真有人来做护花使者，可如今都名花有主了，别人还来干嘛呀？放心，有我就够了。不管面前骇浪滔天，我们一起闯。好，那么我宣布最后一轮淘汰赛开始。萧炎哥哥，我们怎么打？先等。你跟随我主动进攻，其他人防御偷袭者。是。胡家学妹，还是我来护你吧。很好，就这样，不要轻易出击。副院长的主意倒是不错。不算绝对公平，却能培养人的谨慎心理和协作能力。我也只是看烦了以往的回合战，换个花样尝试一下罢了。不过平日不善交际的学员，在这种四面都是敌人的场合中，怕是要吃力一些了。哎呦，这么快就败了这个！萧炎哥哥，
接下来我们的对手是谁？终于轮到你了。其余人去牵制住薰儿学妹，把萧炎交给我来对付。是。逆子，小心些。该小心的是他。薰儿，别以为打败陆牧便可横行无忌，迦南学院比他强的人多了去了。所有人面前，让你萧炎成为我的手下败将，我要让你知道，你是配不上薰儿的。啊！不能再拖了。这么快就用上？暗雷地狐炮！萧炎哥哥，就是赵火焰。那萧炎身上的青色火焰，应该是异火吧？能够让我们都感到心悸的温度，的确是异火。这个萧炎，我炼药系要了。只要他不耽搁在内院的修炼，我巴不得学院再添一位优秀的炼药师。打爽了，接下来换我了。可恶！疯狂的家伙，居然把白山逼到这个地步。那萧炎出拳这般迅速，是因为脱离了重尺的缘故吧？应该是了。想必平日里总带着重尺，是为了修炼。这家伙怎么这么快？这是该死，偏偏挑这种时候。晋升了，晋升要是受到了干扰，那可是轻则受伤，重则丧命。看来这小家伙得退场了。唉，可惜了。哼，萧炎，看见没有？连老天都在帮我。萧炎，看见没有？连老天都在帮我。
萧炎哥哥，你放心晋级吧，我会拦住他们。我会尽快。你若是想来，尽管上，我不会再有半点留手。薰儿学妹，你……回家。萧炎正在突破晋升，一旦他晋升成功，实力又将大涨，到时我们各自为战，断然不会是他和薰儿的对手。难道你们想看到萧炎实力大增，赢得前5，再进入藏书阁赢取奖励？现在我们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，若他变得更强，我们就再无赶超的机会。别忘了，萧炎可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趁现在萧炎没有反抗之力，我们合作把他撵出局。好，跟我一起上。你是我的。怎么，想联手？薰儿，你放心，我可不会伤着你的，只是想把你身后的家伙撵出去。没错，还请薰儿学妹暂且避让一下。你们尽管来试试。薰儿，你让开，别护着那家伙。3打1，卑鄙！他们也不算违规，希望薰儿能扛过去。只要萧炎晋级成功，一切便好了。目前，你这新模式漏洞太多了，连3打1也出现了。规矩之下皆为律法，只要他们没有违反规则，我们就无权干预，就看萧炎自己的造化了。希望吧。动手吧，不能再拖了，不然萧炎很快就会晋级成功。薰儿学妹，抱歉了，今天这家伙必须出局。动手！金光掌！薰儿学妹多求重手啊，太强了吧！薰儿让开！薰儿，白善，你敢伤他？我只想对付萧炎，是薰儿学妹自己为了护他而受伤的，这怎能怪我？不必假惺惺。白善，今日你若是能毫发无损地离开比赛场，我萧薰儿就此离开迦南学院。薰儿这是……薰儿，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吧。萧炎哥哥，他们可都是5、6星大斗师。放心，今天若是你们能够安然无恙地走下擂台，我萧炎从此不再踏进迦南学院半步。口气倒是不小，就算你现在晋升6星大斗师，想要以1敌3，我看你是自取其辱。薰儿受伤并非我本意，打败你后，
会让白山付出代价。哼，也算我一个。不劳费心，等打败了萧炎学弟，我自会退出向薰儿学妹赔罪。现在说这些，太晚了。天火三玄变第一种，青莲变。斗灵强者。那萧炎应该是使用了某种能够暂时提升实力的秘法吧？现在的萧炎，怕是已经具备了斗灵实力。不过看白山三人所施展的斗技，明显也并非是普通之物。这比赛恐怕有些僵持。我看未必啊。薰儿受的伤，我要你们加倍偿还。萧炎究竟施展什么恐怖斗技，竟然强到这种地步？吴昊、吴家，给这个自大的小子一点颜色瞧瞧！地动八荒。按道理来说，两种火焰叠加产生的威力应该远比现在的强大才对，难道？没错，若不是萧炎刚刚控制了这恐怖火莲的威力，恐怕场下这三人……萧炎呐，看来他已经被能量爆炸埋在废墟中了。以一敌三，的确很狂妄，不过却没什么好下场。该死，早知道不该替你煽动。这萧炎，我们根本惹不起。他很强，比我们都强。再强又能如何？在我们三人联手一击之下，他就算能活下来，恐怕也要断胳膊断腿。这是替薰儿还你们的，若是不服，随时奉陪。没事吧？薰儿哪有这么弱，皮肉伤都算不上。不知道这淘汰赛
现在可算结束。如果不算的话，我还可以继续。算，当然算。我宣布，此届内院选拔赛到此结束，前5强诞生，分别是武家、白山、吴昊、萧薰儿、萧炎。没想到萧炎竟然这么强啊！若雨导师，他们赢了，赢了！今天的耻辱，我拜山定要你100倍偿还。萧炎，你给我等着！这个混蛋，下手这么重，真不是男人。萧炎，你很强，不过我相信，我一定会超越你。不知道那藏书阁中究竟有些什么宝贝？希望能得到适合自己的吧。听说选拔赛大混战之后，白山、虎家、吴昊3人被他打的，现在还躺在床上呢。哎，是啊是啊，萧炎学长最后那个斗技真是太强了，好帅啊！哇，小美，那不是你堂哥吗？哎，是他没错，他来了。萧炎堂哥，薰儿。对了，小妹，能跟我走走吗？有些事情要告诉你。我。想不到家族那边发生了这么多事。等我回加玛帝国，我会跟云岚宗好生算账。这段时间，你尽量不要回去。我相信现在的萧炎堂哥能够办到。当年的事便过去了吧。如今我们又不是小孩子，总惦记着也没什么用。不管如何，你永远都是我堂妹。以后有事就来找我。这地方还挺神秘啊，老头儿，真不够意思，之前都没带我来玩过。请问副院长，这藏书阁中是否有声波斗技？啊，声波斗技，当然会有，不过能不能遇到，就要看缘分了。本届内院选拔赛5强已经诞生，特前来领取奖励。奇怪，老师怎么突然跟我断开了联系？难道是记得那2个人？那他们人也太可怕了。不知这位小友名讳？小子萧炎，见过二老。我偏亲，火如莲，如火山。老夫所料不差的话，
小友所掌控的异火，应该便是在异火榜排名第19的青莲地心火吧。如此年龄便能够掌控异火，当真是天赋异禀。本届5强比上届要好多了。还请二老解开空间锁。这空间锁是几百年前学院的一位斗尊强者布置的绝强结界，没有二老用特殊手法开启，就算是斗宗强者也闯不进去。劳烦二老。现在你们自行进入藏书阁吧，记住，在里面务必听从守阁长老的指示。走吧，夏言哥哥。年轻人，祝你们好运。夏言哥哥，欢迎各位同学来到藏书阁，这里面的所有奖励你们可以随意挑选，不过只有从能量层里拿出来的才属于你，不可强求。切记，每人只能带出1样奖励。你们时间有限，下方符文外圈的火焰全部熄灭时，代表时间结束，所以抓紧吧。奇怪，没看到什么奖励啊。那里好像有动静。小心！玄阶高级功法紫雷诀。原来，奖励是从能量罩里飞出来的。这功法是不错，但不是我需要的。地阶斗技。看来越好的东西能量波越明显，但它出现的位置又不是很规律。妮子，看来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分头行动了。好的，夏言哥哥，那你小心一点。
灵魂感知力，不知能否感应到他们的能量波动。好强的能量波动！好东西啊！ 抱歉，是我先发现的。萧炎，萧炎哥哥，妮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哦，九重凤火诀，地阶中级。萧炎学弟果然身手不凡呐。 看来萧炎学弟要与这斗技无缘了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妮子，给你。 谢谢萧炎哥哥，正是我需要的过渡功法，但不知道萧炎哥哥想要的声波斗技到底在哪儿。无妨，我继续用灵魂力感知。我也帮萧炎哥哥去找找。六阶魔兽的魔核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，可惜不是萧炎哥哥所需要的。时间马上要到了，萧炎哥哥，哼，萧炎学弟，看来你才是运气最不好的那个呀。 时间快到了，他在干什么？妮子，是声波能量。 不信抓不住你！加油啊，萧炎哥哥！
试能不能取出里面的东西。该死，竟然不行！萧炎哥哥，抓紧了，让我来试。成功了！这狮虎碎金银太强了！这小子，没想到竟然借助寂静状态之力，融合虎啸纳为己用。你也别高兴得太早，现在你也只是初步掌握，仅能发挥狮虎碎金银的3、4层威力。想要达到大成地步，唯有继续花时间磨练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。你小女友来找你了。萧炎哥哥，刚刚我听到一阵雄浑的吼声，是不是你的声波斗技练成了？只是初有小成，还多亏了你在藏书阁中及时帮我取出了这狮虎碎金银。萧炎哥哥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对了，今日我们就要入内院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那自然。内院是迦南学院所有学员向往之地，只要你们肯努力，就有可能激发出最大程度的潜力，获得更强的力量。所以，不管修炼如何苛刻，都要坚持下去。我知道你们几个人在选拔赛上有些不愉快，但是年轻人要想开点儿，日后说不定还要在一起拼搏。尤其进入内院，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要好。老夫希望你们早日放下隔阂，团结一致。是。难怪需要一路护送，谁能想到学院后山深处如此危险？若是仅靠我们自己在森林里穿梭，恐怕没几人能活着走出去。
老头，内院到了吗？怎么不走了？内院可不是那么好进的。进去吧。胡老头，让你护送新生就是放心，每次都这么准时。没想到今年是你这个老家伙执勤。这位是内院的赵长老以及卢长老，以后在内院有什么事便可找他们。你们5个往前来。这5个小家伙便是今年选拔赛的前5名，他们实力还不错。今年的新生潜力的确比上一届好。这是啥？废话不多说了，虽然你们通过了选拔赛，获得了进入内院修炼的资格，不过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你们现在只需要知道一件事。那便是将你们手中的晶片当作命一般的好生保管。接下来，你们需要按照入内院士的分组进入我身后的森林，而在森林中，一些老生队伍正等着你们。你们只有击败老生队伍，或者避开他们，并成功到达森林尽头，才能真正进入内院。而老生队伍会用尽一切手段获得你们晶片上的火能。火能是什么？火能？请问赵长老，这火能到底有何用？等你们到了内院，自然会知道。我宣布，这一届的火能猎捕赛正式开始。快点，这边，我们走。我们还在等什么？我们走。不是说这届新生挺强吗？也不过如此。碰到我们黑煞队，算他们倒霉。这对老生人数不占优，竟然还能一招制敌。等等。
新生火能不少于2的规矩，什么时候才能改改？走。那些家伙走了，我们也别在这里磨蹭了。规则里不是说过，越早到达的奖励越丰厚吗？等等，怎么了？刚刚那支老生队伍，队长已是半步斗灵，团队的凝聚力也不弱。若是单兵作战，我们谁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那你的意思？我觉得我们需要选出一个队长指挥战斗，不然大家一盘散沙，恐怕很难从那些老生的重重围解中顺利走出森林。那这队长，谁来当？我选萧炎哥哥。好吧，看在仙儿的面子上，相信你一次。你的实力我服，暂时听你指挥，我没意见。白善，你怎么说？好好，你萧炎便是队长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别把我们当枪使。我既然作为队长，遇到危险自然不会让你们单独抵挡。但是，我也希望大家能暂时放下隔阂，通力合作。否则，我们很难是老生们的对手。萧炎哥哥，或许我们可以想办法得到关于森林和这些老生的具体情报，这样才能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你和我想的一样。在这里，清楚赛况的人只有老生，难道从他们手里获得情报？还不知道其他老生队的情况。如果都像刚才那支黑煞队，就麻烦了。大家跟我来。我会用灵魂感知力判断老生队伍的实力，找到一支比我们弱的老生队，将其制服，打探消息。什么时候才能出手？你急也没用，现在只能等。机会来了，走！敲出来了。冷白说的没错，果然是北面森林里躲藏的新生更多。走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不用找了，我们在这儿。哟，你们这对新生胆儿倒是挺肥的，居然自己送上门。头，这俩姑娘倒是挺漂亮，一会儿下手可得轻点，不然留个坏印象，以后我们可就没机会了。他们的实力勉强在2星大斗师左右，不要拖延，速战速决。记住，一个都不能跑掉。看我怎么收拾他们！
靓丽的家伙。切！挂！见鬼！这对新生怎么？学弟，手下留情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问，你们答。这森林有多大？很大。你们各自抓一人到旁边去盘问，若是谁说的答案与其他人不一样，那就别怪我们心狠了。正好姑奶奶我打得不过瘾。轻点，老弟，我自己走。下一个问题，参加猎捕赛的老生有多少人？一共多少支队伍？35个人，5人一组，一共7组。他们实力如何？都和你们差不多？有4支队伍和我们实力差不多，另外2支队伍则是黑煞队和白煞队，实力最强，恐怕和你差不多。黑煞队全员黑装，队长叫沙铁；白煞队则是全员白装，队长叫罗侯。近些年，似乎还没有哪支新生队伍能够闯过他们的阻拦。这所谓的火能，在内院中究竟有何用？为什么你们如此为之疯狂？我说，内院有一座天文炼气塔，在里面修炼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奇效。我呢，就是修炼的费用。很好。我嘴巴折了。我是不会说的。哦。我说，月初内院会给每人发7天量的火能当做生活费。内院有很多方法获得火能，比如扫塔、抄卷轴、猎杀魔兽、找人挑战等等。学妹，你还想知道什么？你尽管问。学妹也是你叫的？接着说。不过最直接赚取火能的方法就是登上内院强榜，这样就不用担心火能的枯竭。多谢学长们了，接下来将你手中的火晶卡交给我吧。唉，真可惜，竟然不能将他们所有的火能都抢走，还必须留7天的保底火能。看来天坟炼气塔便是内院学生修炼这般快速的原因吧。真令人诧异。不过相比火能，我对强榜更感兴趣。等进入内院后，我会找机会去挑战他们。你们也都知道了火能在内院中的重要性，难道就不想多得到一点吗？哼，谁不想多得点儿？我巴不得能弄够在天坟炼气塔中修炼1年时间的火能呢。那你们愿意为了这火能继续冒险吗？难道你还想打其他老生的主意不成？既然他们能抢我们为什么不能抢他们？你也听到了，除了黑煞队和白煞队，其他的老生只要不联合攻击我们，都无法与我们单独抗衡。这是我们的机会，如何？敢不敢试一试？夏言哥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有冒险才有收获，只要你有，那我也不会有半点退缩。唉，疯狂的家伙。好吧，谁让我也对那火能垂涎不已呢？拼了！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走吧，猎物要开始寻找猎人下手了。
叫萧炎吧，竟然合理利用了火能猎捕赛的规则，胆识不错。往年排名选拔赛前5的学生都有一股傲气，谁也不服谁，最后反而被内院老生分裂打败。今年，萧炎带领的这支队伍或许能给我们惊喜。萧炎。林哥他们真是给老生丢脸，不但被新生抢了火能，还输得这么狼狈。哼，这些新生如此嚣张，看来是时候教教他们内院真正的规则了。怎么回事？人呢？被他们提前察觉了，我去追。我和你一起去。等一下，这个交给我。感觉不太对，薰儿，快跟上。哇！看招！可恶，中了他们的圈套！一群菜鸟！这群兔崽子，居然玩阴的！萧炎，萧炎，你就是萧炎。你们没事吧？我们轻敌了。哎，几个残兵败将，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能耐？大家都受伤了，形势可不妙。哼！不要天真的以为每支老生队都像林格他们一样愚蠢。我们柳木队长修习的可是木属性的斗气，在林间的感知更敏锐，怎么可能让你们偷袭得逞啊？薰儿，你带他们先离开这里，我来殿后。无论如何，火能绝不可被抢。我们没事，还能再战。
萧炎哥哥说的对，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。萧炎哥哥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自会去找你们的。5号白山，我们先撤。别让他们跑了！你们4个拖住他们，想都别想！击掌！大家一起上，给这自大的小子一点厉害瞧瞧！吹火掌！可恶！萧炎哥哥，哎，多谢。喂，刚才我们明明拼一下就能赢，为什么要撤？给，这里面的疗伤药有助于你们恢复，赶紧服下吧。5号，白山。那支老生队伍配合默契，再加上你们3人都受了伤，万一短时间内不能拿下他们，肯定会吸引其他老生队的注意，到时候大家都跑不了。别忘了，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。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没错，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火能。萧炎哥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了？大家过来。今天这支老生队，单个实力都没我们强，只是我们太过轻敌，才会被他们引开，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明日，5家和5号，你们俩互相配合，牵制住对手。好个硬骨头！呸！别以为老生就能横行无忌。哼，我们新生中的萧炎学长已经吃下了你们2支老生队伍，你们很快就会是下一个。萧炎又算哪根葱？就是学长，你是在说我吗？萧炎学长，萧炎学长，萧炎学长，哼，又见面了。败将还敢来，这回绝不能让他们跑了！你们赶快离开！
什么花招，尽管使出来。想要火金卡，就自己来取。哼，还想跑？胡家，当心！一群傻瓜！哼，看你往哪儿逃！怎么，学长这是脸抽筋了？啊！混蛋，给我上啊！没用的东西，瞄准了再射呀！啊？怎么回事？别得意的太早，等我另外2个兄弟来了。你说的是他们俩吗？啊！你们怎么可能发现？不好意思，昨天战斗的时候，我就已经锁定了你们每个人的能量气息。只要顺着气息，自然能找到你们每个人。论个人实力，你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输？他们只是新生，怎么可能？我不会输的，我不会输，我不会输！交给我吧。燕翻巨浪石！哎，你们听说没有？有支新生队伍在森林里面反猎捕了那些内院老生。啊？不会吧？谁这么彪悍，居然能打过那些家伙？太厉害了！萧炎的队伍已经在森林里反猎捕了3支老生队伍的火能。哇，这么彪悍！按照规则，老生队伍要是火能再10以下，就失去了参加火能猎捕赛的资格了。对呀，萧炎哥哥，到现在为止，栽在我们手中的队伍有3支了。
除去黑煞队和白煞队，我们还有2支队伍要应付。这些剩下的队伍一定会谨慎起来，万一同时被他们围堵，对我们不利。虽然我们的配合比以前强了许多，可也仅够应付1支队伍，2支的话恐怕是极限。我们新生没有那种火能少于10便会失去资格的限制，所以现在在森林中游荡的新生应该不少。你想干什么？把新生全部聚集起来，然后放出风声，将另外2支老生队伍吸引过来，一锅端了。你们认为如何？那可是2支老生队伍呀，万一新生挡不住，我们岂不是羊入虎口？不要小看其他的新生，他们能够进入选拔赛前20名，实力自然不会弱。而且，尽早将老生一网打尽，我们不就能早点去内院见识见识天坟炼气塔吗？我们已经在森林中浪费了3、4天时间了，一直拖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无所谓，大不了得到的火能再返还给他们。现在你是队长了，这些事你下角色便好，别婆婆妈妈的。什么人？哎，等一下。是我们。萧炎学长，之前多谢萧炎学长出手相救，不然的话，今天恐怕又少不了一顿胖揍了。不用客气。萧炎学长，我们能不能和你们一起离开这座森林呢？同为新生，互相扶持自然是应该的。你们就跟我们一起组队吧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是啊，萧炎学长，你真是个大好人啊！就是啊。来，这疗伤药对你们的伤势管用。谢谢萧炎学长。来，给。各位，你们想不想教训一下那些老生？把我们欺负成这样，当然想揍他们了。肯定想揍他们，揍他们，揍他们，揍他们！既然这样，你们先帮我一个忙。各位，你们想把这2天所受的怨气送还给那些自以为是的老生吗？想！把火能抢回来！送给他们！就是！揍他们！就是！萧炎学长，我已经照你说的，将位置暴露给了2支老生队伍，他们现在正在朝这里赶过来。好，各位，隐蔽好身形，我们今天就给这些趾高气扬的老生狠狠一巴掌，将损失的火能夺回来。好，准备战斗。这下热闹了。萧炎，哼，有点意思。来了。果然是有这几把刷子，难怪如此嚣张。哼，不过尔。哼，很好，终于到齐了。学弟，别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哦。哼，只要有实力，猎物与猎人的位置随时都能调换。而现在，你们就是我们的猎物。
那就别怪我们以多欺少了。抱歉，我们也没打算公平战斗。先前那些风声是你萧炎故意放出来的？好手段，没想到还有这等魄力，能将所有新生召集起来，听从你的指挥。过奖了，麻烦把火金卡交出来吧。之前被你们抢走的火能，也该物归原主了。唉，今天怕是有一场苦战呢。看来我们要联手了，萧炎。我早就想试试这届选拔赛前5名到底有多强。擒贼先擒王，新生虽多，可他们的实力却建立在那个叫萧炎的小子身上。打败他，必能瓦解新生队伍。哼，那便强对强，撕开他们的屏障。这是一场硬仗，中间3个交给我们。薰儿，你和虎家一起去帮新生。萧炎哥哥小心。那个大个子力量不错，我来对付他。那个拿刀的，让我来。既然如此，那个白发学长，便让我来领教吧。哼，没想到竟然被学弟们排号挑选。速战速决，他们很强，绝不能轻视。来！力量很强嘛。果然速度和力量都不弱，内院不愧是迦南学院的核心所在，真是越来越让我好奇了。看雷地图发。小子，接下来轮到你了。你们还好吧？多谢薰儿学姐。啊，小心！你们俩跟我一起去支援其他人。小子，有2下子。
罪了。学长，你们队长已经落败，还想继续吗？队长败了，怎么可能？输给一个新生，这新生强到这地步了！队长，混蛋，竟然下手如此狠辣！哼，兄弟们，和他拼了！来得正好！我输了。仙人哥哥，我们赢了！是我们赢了！大家干得漂亮！多亏了萧炎学长，不然刚才输定了。萧炎学长刚刚那招声波斗技好厉害呀！功劳都是你萧炎的。他已认输了，又何必出手伤人？打伤毫无防御之力的人，很荣誉吗？放手！抱歉了，学长。这里的药丸能助你疗伤。告诉你的同伴，今天这一枪我会还回去的。萧炎，你们先生赢了，可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，还有更强的老生队伍在等着你们。我知道，还有一支黑煞队和白煞队。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啊。愿赌服输，火金卡给你。果然有些本事，还真的将这2支老生队伍吃下来了。萧炎这小家伙实力确实不错，能快速击败苏笑。虽说借助了声波斗技的奇效，可就他那干净利落的攻击以及毒辣的眼力，即使是内院的一些老生也未曾具备啊。回头让虎钳把萧炎的资料送过来，我看以他的潜力，经过内院修炼后，有可能挤进强榜前10。星儿，把疗伤药给大家分了吧。这丹药能让你们尽快恢复斗气。味道还需要改进改进。谢了。多谢你们的火能。好吧，谁叫我们技不如人？今年的新生质量不错，还能打败这支老生队。这样也好，你们到手的火能交给我们吧。沙铁，你们竟然也跟过来了？你们可以滚了，这帮新生交给我们解决。哼，不过你们被抢走的火能，我可不会归还。谁叫你们没本事保住？沙铁，你什么意思？希望你们黑煞队最后别被打脸，毕竟这届新生不比从前。你们便是所谓的黑煞队？哼，你猜对了，我们便是黑煞队。这几天新生抢老生的事情传遍了整个内院，现在你萧炎在内院可是名声不小啊。不过，哎，可惜呀，
可惜，在这火能猎捕赛中，我们的任务便是将你们这些刺儿头新生通通打倒。不过，只要你乖乖交出火晶卡，我沙铁保证不动粗。怎么样？没有其他的选择吗？哼哼，这是唯一的选择。苏笑他们还算有点贡献，消耗了你们这帮新生的战斗力，不然光凭我们这支黑煞队，倒还吃不下。看来是没得谈了。怎么？是之前的胜利让你们对自己的实力有了误解吗？哈哈哈哈！也好，这2天没动手，骨头都痒了。沙铁大哥，不知您还记得我吗？上次您与我堂哥回外院时，我们还见过。嗯，白城，你是白山？正是。你也是这届的新生？嗯，是的，沙铁大哥。不知能否看在我堂哥的面上？看在白城的面上，我也不好对你动手，你自然可以离开。不知沙铁大哥……白山，凡事顾好自己就好，赶紧离开这里吧，不要多管闲事。沙铁大哥说的是。白山，你要临阵脱逃吗？哼，笑话！我不与你们共同抗敌，便是临阵脱逃吗？你还真当我们是一个团队吗？切，不过就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罢了。而且这场交易最大的赢家只有萧炎，我们为他拼死拼活，可好东西都让他占了。叛徒！没有萧炎指挥，我们能走到现在吗？随便遇到一支老生队伍就能打败你。不用说了，他既然想走，那便走吧。没有他，我们也不见得会落败。哼，一群蠢货，你们就跟着他吧。小爷不奉陪了。哼，我先前说过，你那个同伴不太行。唉，只能祝你们好运了。沙铁这支队伍可不是我们可比的，而且现在你的同伴也离开了，你们本部高的胜算更是打了个折扣。唉，我们走。我既然聚集了大家，自然要带着大家一起闯出去。不管对手有多强，我萧炎绝不会有半点退缩。哈哈哈哈！我也不以大欺小，就给你们时间好好安排，看你们能玩出什么花样。黑煞队最大的威胁，便是他们的队长沙铁，他就交给我来对付。薰儿、吴昊、虎家，你们分别挡住其他3人，其余新生围攻剩下的1人，分散他们的实力。我们会尽快打败对方，腾出手来协助你们。大家刚刚战斗完，斗气虽然还未完全恢复，但是我们新生只要团结一致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。是，错，怎么拼了？就是，站吧。那个萧炎交给我，其余的你们看着办吧。嗯。战斗开始了，小子！很好，感知力很强。可惜今天你遇到了我。精细斗气，这种斗气虽然敏捷力不够，可攻击力和防御力极为强横。看
个金山肉搏的强者。吹火掌！这又是什么名堂？霸气崩！四等亮丽！小看了他的实力。萧炎，拿出你的真本事来！哼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你是炼药师？强横的攻击力和防御力，对应的却是敏捷度的缺失，而这便是你的弱点。那又如何？在绝对的力量和防御面前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也不过如此。怎么可能？来！看来萧炎哥哥足以对付这个沙铁。不好！绝不可以输！竟然施展秘法强行提升实力，看你能撑多久！认输吧，小子！呀！他交给我来对付，你的斗气快消耗殆尽，休息一下吧。不用，他已经被我先前一拳震伤了。你我联手，用最快的速度打败他。你我联手，再将剩余的2名黑煞队员打败，就有获胜的希望。这一切的前提，会是萧炎哥哥在此期间将沙铁死死拖住。那还等什么？先去帮新生，虎家那儿还能支撑一会儿。还有空观战，管好你自己吧。这该死的火焰，烫死老子！
不了多久。不争气的东西！你们赢了。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萧炎哥哥，你没受伤吧？没什么大碍。薰儿，今天多亏你了。都是大家的功劳。别嘚瑟得太早，白煞队队长罗侯已踏入斗灵级别，明天就是火能猎捕赛的最后一天，你们是过不了他这一关的。火能猎捕赛的最后一日，这罗侯总算是有所行动了。哇，这帮新生怎么这么强？连黑煞队都不是他们对手。就是啊。我们走。曾经，我们实力不如人，屡遭惨败。曾经，我们中有人畏战脱逃，可我们从不曾放弃。也永远学不会妥协。在并肩作战中，把不可一世的老生队一支支踩在脚下。今天，我们将面临猎捕赛中最强的对手。我相信，只要团结一心，我们定能用一场胜利，打出新生气势，呐喊出新生的力量。白煞队队长罗侯，新生队队长萧炎。看来今日一战是免不了了。哼，识相的话就乖乖交出火能，否则一会儿你们就只能爬着进内院。既然没得商量，那便只有得罪了。哼，狂妄的新生！萧炎4人我来挡，你们拦截其他新生。对战时切记不可分散开来，新生人虽多，却不懂配合。凭借你们同系斗气相融的力数，胜算不小。是。阿泰，其他4个老生就交给你们了。放心吧，萧炎学长，兄弟们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新生的厉害。你们是一个一个来，还是一起上？最后一战绝不能留手，速战速决，动手！明白。
别忘了萧炎学长的安排，不能自乱阵脚，大家一起围攻住他们！自不量力，出战！竟然被你们4人弄得如此狼狈！哼，罗侯学长，你虽是斗灵强者，可我们4个大斗师联手，可不是好对付的。是吗？这些新生怕是坚持不了多久。等白沙队这4名队员腾出手来，萧炎他们就绝无翻身的机会了。在地面上，也许我无法抵挡你们的联手攻击，可在这里，哼！萧炎哥哥，看来他是故意摧毁吊桥的。冰属性斗气在水面上有极大优势，我们要小心了。姓罗的，别那么自信，谁胜谁负还不一定。狂妄的心声，今日就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！小心！萧炎哥哥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叶分，是浪石。很好，还有体力反击，可惜好戏还没结束。受死吧！不好，大家小心！薰儿，薰儿，你没事吧？薰儿没事。我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你们退后，这场战斗该结束了。哦，这是什么火焰？竟然能够影响我体内斗气的流转！
其他火焰相融。这个疯狂的小子，我们要不要出手阻拦？他似乎有把握。怎么可能？就算是斗皇强者也不敢干这种事。你我都知道，异火一旦失控，那破坏力不堪设想。再看看吧。输给一个新生，该结束了。不好！这又是萧炎那家伙闹出的动静。看来他对我们还算手下留情啊。 萧炎哥哥，小家伙，恭喜你们！我宣布。 今年火能猎捕赛新生获胜。长老，我还没输。闭嘴！还嫌丢人丢的不够吗？太好了，我们赢了！我们新生赢了！我们新生赢了！我们新生赢了！我们赢了！萧炎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可以啊，萧炎。薰儿眼光的确不差。 不过，我会努力修炼，赶上你的。别把功劳都归于我，没有你们的帮助，我再怎么强也走不到这儿。孤胆英雄，在这里走不远，也不适合这里。